你说咱现在这工作，外头多少人看着眼红。我嫂子前天还打电话问我，说能不能帮她也说说。我本来也想着我妈在家闲着也是闲着，过来厂里多好。结果去问了张姐，张姐说岁数太大了，过了退休年纪，上不了社保，不能签正式合同。那没办法，规矩在那儿摆着呢。所以说咱多幸运，你看现在多少人想挤进来都进不来。陈总，我想问您个事儿。你说这个活我能带回家做吗？哪个活？就是这种简单的，有没有那种不用在厂里做的活，零散的拿回家也能做的？缝扣子也行，锁边也行，手工的也行。为啥想带回家做？我2个孩子，大宝上1年级了，7点20要到校，小的4岁，还没上幼儿园。孩子一直都是公婆带，但前2天我婆婆摔了，我公公身体不太好，高血压，去年住过1次院。我来厂里上班这几天，早上我得先把大宝送到学校，再骑车过来，到厂里差不多8点一刻。我不是想偷懒，在厂里这几天我算过，如果我能从8点干到下午5点，不请假不迟到，1个月差不多能拿6000多。但实际上我做不到每天都准时，总有这样那样的事儿。大宝上周发烧，我请了半天假，那半天的计件就没。我就是想，如果有那种简单的不挑场地的活，我晚上在家等孩子睡了以后也能干2个小时，哪怕1个小时也行。你先把手头的活干完，这个事儿我记下了。陈总没去吃饭，还不饿。周婶子，我问你个事儿，在自己家干针线活的这种人有多少？你别忘了，咱们这个地方前些年是有底子的，镇上家一户的女人都会踩缝纫机，结婚陪嫁的3大件里头有一台缝纫机，不进厂的人在家也做活，给邻居改裤表，逢年过节摆摊缝背面子。这种人你不把他算成工人，但他的手上功夫不比工人差。他们没有厂牌，没有进过任何人的在册名单，他们就是坐在自个儿家堂屋里，踩着一台老掉牙的脚踏机，给一家老小缝缝补补过了大半辈子。你要说他们不算数，那他们的确不算数。但你要问我，这个县城里头拿起针线来能干整齐活的女人有多少？我跟你说个数字，你心里有个底儿就行。你说2000个打底。那照您这么说，咱们县城至少得有4000人会缝纫了。这还是往少了说。那咱这厂子连零头都算不上，咱这才哪儿跟哪儿啊？不过就算你想吃也吃不下，你订单太少，还有成本太高，4000人那得多少个厂房？那你觉得那些会缝纫技术没来的是什么原因？你真想听？当然了，一是不少50、60岁留守带娃老人仍有缝纫手艺，却因招工限50岁，受社保政策限制无缘入职；二是常年做工落下腰腿心酸病痛，没法久坐进厂长时间干活，只能居家零碎抽空做。第3种，家里走不开，孩子太小没人看的，儿子儿媳在外头打工，把孙子丢给他，他不能撂下孙子来上班。第4种远，冬天路上结冰，50地岁的女人骑摩托过来上班，出了事儿算谁的？反正啥原因都有，总结起来都是钱的事儿。因为没钱，所以事儿多；又因为事儿多，所以赚不着钱。您理解的还真透彻。我在这县城大半辈子了，啥人没见过？有些人能帮，有些人根本就帮不了。你能养活这么多人，就挺不容易了，犯不着冒那个险。我就是跟您闲聊。我看8成不是。你问我这个，是不是因为赵丽红找你说了啥？你怎么知道？他这几天上工老是迟到，走的时候又是头一个收拾东西的。他不是懒，他是赶，赶着来赶着走。一个从东莞跑回来的人，在你这儿踩缝纫机踩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赶？肯定是2头兼顾不过来。他今天问我有没有能带回家做的活。你怎么说的？我说我记下了。赵丽红这个人挺好的，他们都不容易。陈老板，你多担待点儿。婶子，我可没那个意思，就是问问。那问完了，忙你的去吧。我这还有活呢，4000件还差不少。行，那不打扰周婶子了。你应该做那个点火的人。您的模式不可持续，900万年固定成本。王主任来了。刚在楼下碰见一个人出去，脸色不大好看，外县过来的，说要搞个塑料颗粒加工的项目，张口就要3年免税，5年免租，投资额你猜多少？20万，20万的盘子，狮子大开口要200万的政策，还要管委会出钱给他修路拉专线电。不说这个了，倒是你怎么又来了？说不准是不是好事，但确实需要您帮忙。我还需要一个厂房。啥？我需要第3个厂房。昨天不是刚把3200平的厂房手续给你吗？你这会儿连设备都还没填满吧？小陈，我知道你着急，但也不能这么着急，步子迈太大了。王主任，你听我说，我这次要厂房不是为了办厂，不办厂你要厂房干嘛？
这是新厂房，它不放缝纫机，不招生产工人，它叫集散中心。我算过一笔账，把人招进厂里，我要承担底薪、社保、水电设备折旧、管理费，这叫重资产。就算我拿下10个 B13，也吸纳不完县城里所有的熟练劳动力。不少人因年龄、身体、带娃不便进厂务工，我转变思路，上门送活。厂房统一采购面料、机器裁剪、配齐辅料，并分装打包。居家人员就近领料，居家加工，完工后送回统一质检，按件结算薪资，次品退回返工。王主任，这属于居家务工模式，村民在家中利用自有设备电灵活做工，时间自由，按月结薪，聚拢起来便形成特色产业集群。品控怎么抓？质量出了问题，你的招牌不就砸了？高端高价服饰留厂区精工严控品质，外放居家只做平价基础服饰，工序简单，只求做工规整，实行计善无地薪，不合格退回返工，损坏面料照价赔付。好小子，好小子，小陈啊小陈，不愧是年轻人，你这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？我就是想多赚点钱。按照你这个方法走通了，整个青泽县的血就全活了。那王主任，厂房这边支持，我马上打电话让老许去给你交接。你要多大的？1000多平就行。门前的路要宽，方便几十辆甚至上百辆电动三轮车同时进出卸货。没问题。C 区14号库房1200平，门口带个大院子，给你了。王主任，还有一个大麻烦，需要一方面的政策支持。为规避税务与用工风险，不按临时用工认定，杜绝用工纠纷及工伤赔付隐患，统一让务工人员办理营业执照，成为个体工商户。工厂与其签订外包合作协议，对公账目结算，厘清权责，合规经营。让2000个家庭妇女去工商局排队注册营业执照，流程繁琐不说，办证大厅的门槛就能把大部分人吓退。想麻烦管委会和工商这边通融一下，开个快捷办证通道，少要繁琐手续。大家带上身份证，在集散中心统一登记，批量办好个体户执照，尽快办齐证件。大伙有了执照，不单能接我的活，还能自己外接订单做生意，不靠旁人帮扶，自己也能踏实挣钱谋出路。一旦产业带动起来，周边经济转起来了，政府的税基也会跟着涨上去。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。你小子还真是开窍啊！放心吧，这点小政策我还是能做主的。我下午就去找张局长汇报，联合工商那边弄个特批通道出来。谢谢您了，你赶紧去把摊子支起来，我等着你的好消息。只要你能落实，我保证政策第2天就到位。喂，陈峰，怎么了，苏姐？下周2吧，我们公司几个股东要去你厂里实地考察一下。怎么这么突然？这还突然？大几百万的货值都压在你的作坊上了。上次开会虽然我把排产计划压下去了，但他们要现场看一眼你的规模和品控线，你准备一下。你不跟过来吗？卡着2场秋季订货会走不开，这几个人眼光挑得很，你质量上我不担心，就怕他们拿产能下手，你稳妥点。放心吧，苏姐，好歹我也是在上海待过的，甲方什么的应付得过来。行了，少贫嘴了，你给我打电话什么事儿？苏姐，你手里有没有低端一点的订单？你问这个干嘛？4000件高定大衣还不够你吃，你那点产能不盯紧这批货，还有精力打低端单子的主意。苏姐，这你可就误会了。我这几天又招了一批新工人，高端订单工艺太复杂，我不能直接让他们碰你的面料，但又不能让他们闲着。我寻思着弄批低端订单给他们练手。这样啊，但我这绝对没有低端货，你别抱太高期望。量大量小都行，只要工艺简单。那我回头把联方式推给你。还有苏姐，我现在做的是高端单，订单来源相对稳定，但是我对整条供应链的底层逻辑还没摸透。市面上那些做低端白牌的代工厂，主要靠着什么活着的？陈峰，我怎么觉得你话里有话？我这毕竟入行不久，想多了解了解嘛。这么跟你说吧，低端市场的竞争极其惨烈，核心点只有2个：低价、速度。这种货根本不看重布料质感和走线细节，小厂子全是在挣苦力钱。真正能做大的制衣厂，全靠几万件、10万件的大订单走量。他们抢夺的是那批头部卖家，你一个新手，别去碰那趟浑水。那苏姐的意思是，只要我速度跟得上，加工费报得比别人低，我就能抢下这部分市场。道理虽好，但青泽县地理位置吃亏，内地县城接大单产能不足，小单又比不上江浙沪周边作坊就近出货物流便宜，毫无优势。不如安分做好高端服饰，稳住4000件大衣订单，守住这份稳定客源就足够稳妥。行吧，我知道了，苏姐。顾姐，10分钟后开个会，你、张燕、刘浩都来。好的。刚才去了一趟招商局，拿了 C 区14号厂房，1200平，明天交接。可咱这 B13还没填满呢。不开厂，这次做集散中心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来执行。先说正事，顾姐，我打算先解决亏损问题。这4000件高端订单薪资照旧不动，话已说定，这批就算亏本也要守住口碑。等这批完工，后续订单再调整定价。你提前按行业标准做好盈利核算，把单价、底薪、损耗全都理清。好，我来安排。再说第2件事，新租的 C14库房不进高端设备，不搞高压流水线，接低价白牌单子，散给县城里出不了门的家庭妇女。散单？那质量怎么控？库房统一裁片打包，想干活的自己来领，做完送回来当场质检，合格按结算，不合格重做，没有底薪，没有打卡。外包合作制。对，最后一件也是最关键的事儿，我们有场地，有人手，现在缺大量的低端订单。耗子，接下来你的事儿很重要，这几天你别在厂子待着，去找20几个脑子活像、嘴皮子利索的兄弟，不用太精，但一定要能演。
每人每天100块劳务费，包邮钱。找他们干什么？派人去往省内周边各地市走访100人以上复工厂，假扮电商商家，拿2款成衣，谎称有10万件订单，打探对方最低加工价、出货时效及食宿成本，摸清同行底细。套出价格以后呢？套出他们的最低价后，在这个底价的基础上再降10%，作为我们厂的对外报价。都停一下，交代个厂里的新政策。从后天起，隔壁 C4库房正式开门，厂里要搞外包散单。散单啥意思？就是领了布料自己带回家做，不需要打卡，不需要坐班，做完交货，只要检验合格，按月结钱。陈总说了，你们每介绍一个熟工过去，只要通过试机考核，成功领走第一批料子，厂里当场发介绍费200块现金。我大部姐以前在纺织厂干过，现在只能坐着，行不行？说了。只要有手会踩缝纫机，通过验收就行。不会踩的，免费培训3天，过关了照样给料子，借费照发。有名额限制吗？先到先得，只限第一批。后天早上8点 ，C 祥开门培训，要找人的自己今晚去跑。作死啊！油都热了。厂里下新政策了，新开个库房，招人在家做零工，按件算钱。在家做？真的假的？不仅给钱，还能抽成。陈总放话了，拉一个熟手去领料，给介绍人200块钱。多少？200现金，200块钱，你二舅妈就会。还有你表姑，还有楼下那个李寡妇，她以前给人缝过牛仔裤边儿。桂枝，别喂你家那破猪了。后天7点半我去接你，有个发财的活路。去晚了连个线头都抢不着。姐妹们，别说我赵丽红有钱不带你们赚钱。开发区陈总的厂子放外包活了，不用坐班，料子带回家做，按件拿钱。不会干的免费教3天。后天早上8点，我带队去 C14库房认门，谁要来？现在群里扣个1。阿姨们别急，今天只是布置场地，明天才开始填表。小姑娘，你是不是给我登个名？我踩了30年缝纫机，你给我张表就行。喇叭给我。大家安静一点，我是这家厂的老板。现在我说3条规矩：第一，今天场地不开放，所有人回家；第二，明天早上让8点开始填表核，你们已经影响排产了；第三，现在立刻疏通道路，3分钟内还不走，继续挤在大门前的人，不管手艺多好，永远不录用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周乔乔，刘浩哥招的我。我南京大专毕业，在电厂干过2年人事行政，老家是长宁镇的。前天刚回来，刘浩哥说厂里缺人，我就过来了。刚才为什么不直接威胁取消他们的名额？我只是个新人事，不敢拿招工名额压他们，万一引起冲突，我承担不起后果。你在南京干过2年，大厂那一套对这帮底层妇女没用，他们不听规矩，只听得懂罚款和扣钱。回头多找张厂长学学，他对这帮人管理有一套。知道了。明天人只会比今天多，别拿着议落表让人抢。去杂物间搬3张条案，让后勤的人帮你弄，摆在大门内。拉起剪别带，所有人按村镇分批进。填表时标注需照看老人孩子的特殊人员。买一次性纸杯和5桶矿泉水。明天考核时给等候的人倒水。进我的门干活，先给他们该有的尊重。没问题。这才行。咱们分头行动，一人一个区，争取今天把所有缝纫机都采购过来。有什么战况群里随时沟通。你们负责找货谈价，我来付款。刘总，真按500台去找啊？你甭管多少台，先找着看。这旧货市场有没有这么多都不一定，先囤下来再说。出发。赵辉是吧？耗子说你脑子活，以前在省城干过采购，这次为什么回来了？不怕您笑话，没赚到钱，在省城除去吃喝房租，一年到头不剩什么。我也是听朋友说家门口有家服装厂才回来试试的。行，好好干，别的不敢保证，肯定能让你在家赚到钱。好，开了啊。这间之前谁租的？一个做五金配件的，走了快2年了。当时人家就是拿来堆货的，没怎么折腾过，所以里面还算利索。老许，这边帮我把墙角那些废铁清一下，明天我安排人进来摆货架。行，下午叫2个人过来收拾。别的还有啥需要的？暂时没了，辛苦你了。客气啥？你昨天散出去的风声我可听说了。好家伙，这次你干得不小，要是真成了，全县都欠你一个人。老许，没你说的那么夸张，都是为了生活。嫂子，抽4个最利索的纸验员，明天在 C14西侧盯检验。明天来的人会很多，场面肯定乱。你今晚提前做好分区规划，领料、验货、登记，3条线不能交叉，别让人扎堆。整个县城的旧机子都快被咱们搜刮干净了，有些人家里的压在杂物堆底下当花架子使，一时半会儿根本收不上来。不管了，先拉回台就得一次起的，数量不够怎么交差？明天人来了就说第一批机器先到先得，抢不到机器的排队效应一出来，人只会越来越多。陈总，机子收了342台，我已经在往回拉的路上。陈总，料子全部订妥了。你怎么这么快？就算有现货，正常走流程也得明天了吧？陈总，之前有个供应商欠我个人情，一直没还，我就跟他打个电话说要加急，他那边刚好有就给调过来了。行，辛苦了。粮草已备，兵马将至。媳妇儿，
你说疯子这次是不是步子迈得太大了？昨天你也看见了，硬凑了300多台的破机子，这万一今天风声没传出去，或者传出去了，人家老娘们不信，那 C14可真就成废品收购站了。到时候疯子脸往哪儿搁？拉倒吧，小峰哪次办事没个准数？你以为像你？我这是理性分析，你想想，让几百个成天围着锅台转的农村妇女撇下老公孩子跑来领料干活，这阵仗好搞吗？我怕的就是今天来个小猫2、3只，那你要是能看懂，你也能开场了。好好开车，今天有你忙的。好，张大厂长教训的是，前面拐弯就到了，你别忙活了。我估计这会儿老许他们，媳妇儿，这他娘的得有500、600人了吧？咱那300多台破机子够他们抢吗？你看那边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给陈峰打电话，你把 B12和13的保安全叫来。今天这门要是敢直接拉开，非得出踩踏事故不可。你别急，我7点就来了。7点算啥？我婆婆6点就替我站上了。人呢？妈，你在哪儿呢？来了，别喊了，全县都听见了。你抢好位置，外面还在进人呢。我跟你说，人家这厂子老板是清泽的，不是外面来的，本地的。哪个村的？俺哪知道啊？但听说对工人可好了，管饭还给交保险。这要是咱们能交社保，那可就有着落了。交保险骗人的吧？咱县哪个厂给工人交过保险？就是没见过才稀罕呢。嫂子，你知道几点开门不？不知道，说是8点，咱也没个准信儿。8点，那还有半个小时呢。让啊！骑车的别往里冲了，前面是人。知道，我就停这儿。秀莲在不在？你站着位没有？在的，给我往左边来，左边。这比当年粮站放粮还吓人。疯子，你赶紧过来吧，这 C14门口全都人，路都堵死了，我车都开不进去。能有多少人？那哪知道啊，500、600，可能更多，还在来，跟捅了马蜂窝似的。你嫂子都不敢开门，你抓紧点儿。让一下，大姐，我是厂里的。你是干啥的？我是老板。老板，你就是老板，你可来了！你这8点说开门，都8点10分了，你看这人挤的，我嗓子都喊哑了。老板来了，哪个是老板？后面的，别推了，谁推了？是后面的推的。哎呀，别挤了，挤死人了！大家都往后退一步，门口太挤了，有人在前面被压着了。耗子，你他妈在哪儿呢？我在路口呢，车开不进去，我让 B12和 B13的保安过来了，4个人有个屁用！你听我说，现在马上给老许打电话，让他把管委会能调的人全调过来，快，至少得弄来20个人控制现场。20个，我上哪儿找啊？你他妈不是号称认识全县的人吗？这会儿你给我全用上，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。所有人注意，我是城关派出所民警，前方人员过于密集，存在安全隐患。现在开始，所有人向退5米，退到50线以外，按秩序排队，排好队才能进场。不排队的，今天不接待。小陈，王主任，您怎么来了？我能不来吗？再晚点就出事了。今天一早，张局亲自给我打的电话，说你这边昨天放的风声太大，今天估计压不住场，提前跟城关派出所的范所打好招呼，备一组人待命。范所那边7点就接到通知了，本来准备8点到，结果7点半就有群众打110报警，说开发区路堵了，范所提前出的警。小陈，你也是，这种大规模聚集性活动，你得事先报备，跟管委会报备，跟派出所报备。你搞的是生产经营活动，不是摆地摊，几百号人挤在一起，万一有人被挤伤了，有老人摔了，有小孩被踩了，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这是群体性安全事件。这个帽子一旦扣上来，不是你赔几个医药费的事儿。开发区整改，企业停业整顿，甚至上面调查组下来，你这厂子刚起步，经得住几轮折腾？王主任，我确实没想到会来这么多人，我昨天预估最多200、300，布置也是按300人的量备的。200、300，你数数，这少说500、600了。你啊，聪明是聪明的。今天的场面，你自己拍几张照片存着，不是发朋友圈的，是留底的，将来用得上。开始了没？动了没？所有人听好了，我是这家厂子的负责人，姓陈。就是他，就是陈总，拿出发料。今天的规矩只有3条：第一，今天只登记不发料；第2条，今天登记的所有人都会进入我们的合作名单，只要登记了，后面发料的时候按先后顺序优先安排；没登记的，以后来了也得重新排。第3条，登记的时候有一栏叫介绍人，如果你是厂里的工人或者工人的亲友介绍来的，把介绍人的名字填上。阿姨，您今年多大了？68。阿姨，您这个年龄，回头可能进不了正式名单，您知道吗？我知道。那您还登记？登呗，登上了万一有活呢？你们不是说能带回家做的吗？我在家做又不占你们地方。名字陈小月，年龄19，现在在上学吗？没有了，读了半年退了。为什么退的？家里没钱了。有缝纫经验吗？技校学过半年，会裁直线，考编也会一点，不太熟练。拿好别丢了，后面会有通知。疯子，差不多了，这都快1点了，
老王和警察他们还在那儿盯着呢，咱不能让人家饿着肚子出警。让嫂子他们轮流换班，10分钟一个，赶紧把饭吃了。我去那边看看。对了，你再去订点饭，不用太好，尽量快点，给这帮女工垫垫肚子。行，我知道了。范所辛苦了，这大热天的，全靠哥几个撑着，不然今天这门都开不起来。小陈，你这阵仗，我在城关待了10年都没见过，以前只见过堵门要账的，头一回见堵门要活干的。咱这清泽县的人不是懒，是真没地方使劲啊。你这厂子要是真能办下去，可就真积德了。今天这情分我记下了，你把这秩序守住了，别出乱子，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。行了，你去忙你的，我们吃口饭继续盯着。王主任，吃口热的。看了一中午，看出什么门道没？看出了这片地比我想象中要沉得多。沉就对了，这几百号人就是几百个家，每记下一个名字，就是给一个家开了扇窗。顾姐，你那边的数统完了没有？今天总登记人数762人，按年龄分布，25岁以下的94人，25到40岁378人，40到55岁243人。本县户籍741人，邻县7人，其他区县14人。有工厂或作坊从业经验的481人，有家用缝纫机使用经验但无工厂经历的137人，完全无经验的144人。介绍人栏762人中，填写了介绍人的有236人，其中王小慧的名字出现了67次，赵丽红23次，孟翠翠18次，其余分散在厂里其他工人名下。也就是说，500多人都是听见消息自发过来的。有介绍人的只有236个，看来能回家做活这个事儿吸引力非常大。762人里挑340人，明天进厂培训。340，那剩下的400多人呢？嫂子，筛选标准3条：第一，有缝纫经验者优先，481个有经验的，先从这批里面选；第二，本县户籍优先，安平和其他区县来的21个人暂列候补，信息保留，第一批不进；第三，同等条件下填了介绍人的优先。那没选上的人呢？你总得给个说法吧？几百号人大老远跑来，你说没选上就让人回去，这……耗子，没进首批的先保留登记信息，第一批培训结束之后马上开第二批，只要登过记的都有机会。第二件事，从现在起，所有的介绍奖励停掉，风声已经放出去了，只要第一批人能顺利接到活，后面会源源不断来人，犯不着当着冤大头。行，今天就这样，今天大家加个班，我陪你们一起打，明天早上8点正式培训，做出3件和平警签约转正。耗子，从明天起开始你的工作。带人去调查省城周边服装加工厂的报价。行。回来啦？那个厂子咋样？还行，登了记了，得等通知。等通知得等几天？没说。要是等2天没通知，你就自己去厂里蹲着。你去了，人家看你天天在，说不定就给你个机会。这年头在县里找个正经工作多不容易。而且人家不是说了吗？能把料子领回来在家做，到时候你在家缝东西，顺带还能帮家里干点活，喂喂鸡。你看你一天到晚也没个笑模样，别怪妈不让你念书。你要是学习好，妈肯定支持你。但你说你想学什么艺术、服装设计啥的，咱家有那个条件吗？光学费1年就好几千，学出来也不一定能咋样。你趁早找个活干着，咱2年前到时候再给你看个婆家。妈也不是偏心。你弟学习好，妈肯定得供啊！一个家就这么点钱，总得有个先后。你们以后不一定要做设计师，但你们要学会看面料的纹理，看光线怎么落在衣服上，看一个人穿上一件衣服之后气质是怎么变的。看是一切的起点。你好，是陈小月吗？我是锦城服装厂的人事，我姓周。你在技校学过半年缝纫基础对吧？对。明天早上8点。到 C14 报到，3天后考核，做出3件和平品就签约转正，你能来吗？阿宁，吃饭啦！好，闺女，你可不知道今天多热闹。妈，你喝口水，水等会儿再喝。你是没见今天的场面，我活了60年，县城这么多年就没见过这么火爆的5条队伍，一字排开，全都是找活的，红旗招展，人山人海啊，最少得有700-800。出动警察了，警察拉了线才勉强排上队。你知道我几点去的？7点。到那儿我一看，好家伙，门口已经有人了，还有个老太太坐着塑料凳子给她闺女正位呢。妈，你也算老太太，她哪能跟我比呀？我比她腿脚利索，亏了你妈我机灵，我到了就没动窝，就趴在门口那个位置，我死死站住了，谁推我也不让，这才排在了前头。后来排到我了，我就把名字、电话、身份证号一样一样报上。那个登记的小姑娘写得可快了，写完还问我有没有缝纫经验，我说有啊。当年纺织厂的党文中试弄了半辈子机器，家里有台旧凤凰牌的踏板机，平时缝缝补补，那些年都是我来。小姑娘就又问有没有介绍人，我说有，我闺女就在你们厂里上班，王小慧，3组工位的。妈，你报我名字的时候声音是不是特别大？那可不，我就是要让旁边的人都听见。我闺女在这个厂子里月薪8000多，我不是来凑热闹的，我是有根底的。你是没看见那些人，
有抱着孩子来的，有骑了1个多小时车来的，还有从外县赶过来的，一个个眼巴巴地盯着那个大铁门，生怕轮不到自己。我就站在那儿排队的时候想，这些人跟我以前有什么区别呢？都是没地方挣钱的人。我跟你说，我有种感觉啊，这清泽县要变天了。陌生号码，喂，你好，是钱美华吗？是，我是锦城服装厂的人事，姓周。你登记的信息我们核过了，明天早上8点到 C14库房报到，3天后考核。好，我一定到，放心，我肯定到。你看我说怎么着？咱刚说完，电话就来了，明天去厂里报到，培训3天。太好了妈，之后咱们一起干。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？今天有个工人没系安全绳从2楼跌下来了，没摔死，但腿断了，送医院了。现在工地封了，甲方的人来了，在那扯皮呢，也不知道这钱能不能按时发。建军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啥事儿？你把工地那个活辞了吧。厂里最近在招人跑业务，就是去外面谈订单、对接客户那种。刘浩一个人忙不过来，陈总让他多带几个人。我一个搬砖的，连谈生意是啥都不知道。别小看自己，你在工地干了多少年了？跟工头算过账，跟甲方对接过验收，水泥多少一包，钢筋多少一吨，你比谁都门清。这些经验用得上。而且咱妈也报名了，明天就去厂里报到。建军，我总觉得陈总好像有什么计划。你跟着陈总，以后发展好了，咱们也跟着受益。你看那个刘浩，前不就是个出租车司机吗？人家就是跟对了人。你要是跟着跑业务，将来万一能自己接单呢？万一陈总不收我怎么办？同不同意的咱先猜不着，这都是后话了。但现在厂里确实在招人，你去了总比在工地强，至少厂里工资是按时发的。那个刘浩人咋样？好不好处？挺仗义的，嗓门大，爱叨叨，但该办的事儿没含糊过。反正吧，你在他手底下肯定不会挨欺负，都是一个县的，谁还能真为难谁？好，我知道了，我之后去试试。厂长，有几个老太太修机器比我还利索。那挺好，省你工钱了。不错，你合格了。你就是李建军？对。进来吧。你媳妇儿跟你说了吧？我这边需要人跟着跑外面的活。你以前在工地上跟甲方对接过没？对接过，验收的时候甲方会来，我们班长得陪着走一遍。有时候班长忙不过来，我去。行，我跟你说实话，我不需要你嘴皮子多利索，也不需要你多会来事儿。跑业务这个活，嘴皮子利索的人一抓一大把，但靠谱的人不好。我需要的是你出去见了客户回来能一字不差的跟我复述，能干得了吧？能行。行，明天早上8点还是这儿，先跟我跑3天，我怎么干你怎么学。工资的事儿你别操心，底薪加提成，做出来了不会亏待你，做不出来那就还是做不出来呗，也没人怪你。李建军，你媳妇儿是我们厂里最好的工人之一，你媳妇儿说你行，我觉得你应该也能行。小陈，下午有空没？来一趟招商局。行，2点成不？行。王主任，这2天的数据整理好了，您看看。55岁以上47人，这份东西我留一份，但今天叫你来不是为了这个。昨天下午我接待了一个人，是从浙江来的，3个人，一个姓方，说是方总，带了一个助理和一个技术顾问，也是搞服装的，说要在清泽投资建厂。这是好事啊，说明咱们清泽的名声传出去了。王主任，你不是一直愁招商数据吗？这不就来了？也没那么好，这几个人来的有点奇怪，别人来投资都是问政策、地价、税收优惠这些，但这个姓方的什么都没问。他问清泽县有多少熟练的缝纫工人，问这些人目前在哪儿，有没有成建制的可以整体接过来的工人队伍。我说这个你们得自己去摸底，我们招商局不提供这种数据。他笑了笑没再追问，但那个技术顾问一直在拿本子记东西。他们提交了一份投资意向书，手续齐全，主营成衣代工，但这家公司成立时间只有8个月。您的意思是他们有问题？你这厂子才开1个月不到，外面有人就来专门来问。小陈，你在外面有得罪过什么人没有？没有吧，我这个体量还不够别人当对手。那就更不对了，一块空地上突然长出了庄稼，招来的不一定是邻居，也可能是蝗虫。王主任，这事我心里有数了，多谢您。小陈，记住一件事，人心这东西你攒起来很难，但别人挖走快。明白。情况怎么样？不太好说。那个陈峰这段时间搞了个家庭作坊的模式，工人在自己家里干，做完送过去验货。虽然咱们10年前就这么干了，但对于这种小县城来说，这是头一回。
咱们本来的目的也不是搞死他。人这边找的怎么样了？不太顺利，听说有700-800号人报了名，但都是做普通活的，咱们要的不是他们。方总，要不我下午去一趟开发区，就说路过进去看看有没有空厂房。别去了，昨天在招商局的时候，我问那个王主任要工人数据，他态度客客气气的，但话里话外的意思很清楚，信息我不会白送。这种体制内的人精，一不小心就会被人情关系搞死。那咱们怎么办？总不能就这么干等着。方总，要不咱们今天先歇了吧，明天再说。行，你们在网上搜搜附近有没有洗脚的地方。有一个金鼎会所，就在前面一条街，评分还行。走。几位3个。 ？3楼3位客人。3位老板，这边请。我们来个普通足浴就行。好的，您看看哪位师傅给您按。这个吧，我俩不用看，随便就行。王巧，3楼上中。老板好，我是18号技师王巧，由我来给您服务。老板是第一次来咱们金鼎吧？第一次来。那您几位是出差路过，还是专门来咱们清泽县的？怎么一来就查户口？哪儿的话，我这是关心您嘛。您要是出差路过呢，我就给您用舒筋的药包，走长路脚底板容易发紧。您要是专程来的，在县城待几天，那我就用普通的就行，省得药力太猛，晚上睡不着。那就舒筋的吧。厂子？啥厂子？就服装厂之类的。听说你们这边最近开了一家。哦，您说陈总那个厂啊，可火了，我表姐前2天还报了名呢。哦，那他那个厂子规模大不大？大，听说好几百号人。老板，我看您这鞋，您经常跑工地吧？眼睛挺尖，不过不是工地，是市场。面料市场啊？你怎么知道是面料？猜的呗。您这位朋友刚才在跟小陈聊天，问咱们清泽县有没有服装厂，一般人哪会关心这个呢？老板，您也是干服装吗？是不是准备在咱们这儿办个厂？你以前不是干这一行的？老板说笑了，我就是个按脚的。你对清泽县了解的多吗？多啊，从小在这儿长大。那正好，我确实是干服装的，但我这人生地不熟的，我想问问你们这儿搞缝针的工人多不？遍地不都是吗？会踩缝纫机的大姐大嫂一抓一大把，10家里8家都有一台缝纫机。那种不算，我要的是成建制能出活的那种。那就少了。真正有本事的师傅，我印象里大概就桂兰婶子。桂兰婶子？周桂兰，以前老服装厂的车间师傅，手艺在整个县城是出了名的。你跟她熟？谈不上熟，见过几次。我妈那辈的人没有不知道她的。那这个周桂兰现在在哪干活？知道住哪吗？你问她住哪干啥？随便问问。我这人生地不熟的，要是能请到这种老师傅帮忙带队伍就太好了。那我还真不清楚。桂兰婶子脾气犟，说不定在哪个犄角旮旯猫着。周婶子啊，不就住东街老巷子里第3家吗？门口有棵老槐树，好认得很。东街巷子第3家？对啊，离这儿不远，顺着咱们门口直直往东走，10分钟就到了。方总，咱得走了吧？一会儿还有个视频会议，今天的数据还没报呢。瞧我这记性。老板，这才按一半呢。下次再说，今天晚上有事儿。浙江来的，做服装的，问周桂兰住哪儿，这套路我太熟了。这伙人的目标是尘封厂里的人。喂，刘浩，我给你讲个事儿。遇见事儿，咱们先别急，急了容易露馅。小不忍则乱大谋。你看他越怼我，我越笑，笑到最后，他把底价给了我没有？给了。踏实不够，你还得学会装，装傻，装好说话，装不在乎，装得像了，人家才跟你说真话。乔姐，怎么了这是？刘浩，刚才在我这儿来了几个外地人，浙江口音，开一辆浙 G 的别克商务，问县城有没有服装厂，工人多不多？问到就问到了桂兰婶子。后来我们小陈嘴快，把地址说出去了。他们一知道地址，马上就找借口走了。我感觉他们不是来找桂兰婶子叙旧的，8成是来挖人的。你要是去晚了，你自己琢磨。奶奶的，再不快点，家他妈都快被偷了！左数第3家，门口有棵老槐树。打扰了，我想找周桂兰周师傅聊点事儿。叔，打扰了，可以开门吗？你们是谁呀？叔，这是我们一点心意，我们在浙江开服装厂的。听行里人说，整个安徽省做大衣最好的师傅就是周桂兰周师傅，这不专门开了10个小时的车过来，就想当面拜访一下。你们是来找他做衣服的？不是做衣服，是请他去我们厂里当技术总监。叔，站门口说话不方便，我们能不能进去坐坐？进来吧，别杵门口了。叔，我叫方瑞，浙江瑞达服饰的总经理。我们厂子在绍兴，专做出口高端女装，今年刚拿了几个欧洲大单子，急需一个能镇得住厂子的技术带头人。所有人都说周桂兰周师傅的手艺是真正的国宝级。不瞒您说，这种级别的老师傅放在浙江、上海各大厂子抢着要。
那你们打算开多少钱？年薪最少30万，包吃包住，6险1薪，年底还有分红。宿舍在绍兴市区，1室1厅，周师傅去了直接拎包入住。还行吧。叔，我还有句话，周师傅要是来了我们厂，他的工资是他的，但我这边额外每个月再给您打2000块钱，私下的，不走公账，不告诉周师傅。您在家辛苦，这2000块就当是我们的一点心意，您看行吗？5000，每个月给我开5000，我就帮你啊。是，那咱俩可得签个东西啊！我这人实在，说一是一，白纸黑字的东西得有。这样吧，你先给2000，算定金。等我这边把我家那口子的工作做通了，事成之后，剩下的你按月转，搁这儿。哎呀，肯定是我家那口子回来了。哎呀，怎么今天回来的这么快呀？婶子好，婶子好。干嘛的？桂兰，他们从浙江来的，可是专门开了10个小时的车来找你的。周师傅，久仰了，我是绍兴瑞达服饰的方瑞，这次来是想请您出山。挖人的。婶子，那不叫挖人，是请人。我们带着诚意来的，年薪30万起，6险1保，宿舍配齐。不去，说完也是不去。你打哪儿来的就回哪儿去。桂兰啊，你先别这么绝嘛，人方总大老远来的。你脑子被门挤了。方总，我不管你是从哪儿来的，开多少钱，这都跟我没关系。清泽县纺织业都空心10几年了，也没见外地商来拉人。人家小陈刚把厂子建起来，县城刚热闹点儿，你们就跟那苍蝇似的，闻味儿就过来了。你说打听到我手艺好，净胡扯。我周桂兰几斤几两是知道，我今天要是答应了，你就会挖更多的人。清泽县就那么点人，都被你们挖跑了。到时候你们工厂稳定，随便找个借口辞了，卸磨杀驴这一套你们玩的贼溜，这帮女工哭都没地方哭，都是扯着虎皮做大旗的，唬谁呢？婶子，你看这话就严重了。我们也是正经做企业的，哪能干那丧良心的事儿？说到底，人不都是为了赚钱吗？在哪儿赚不是赚，都是越爬越往上，人都会往资源好的地方挤。婶子，福利待遇这些都好谈的呀。小伙子，你坐，和你婶子好好说。别放屁了，一口一个我们这些女工值钱，值钱的话你们早干啥了？现在看见我们日子一个个过起来了，想着搅局了。你回去吧，东西拿走，以后也别来了。行了，我家也该做晚饭了，老周送客。婶子，婶子，那边那个，你是干什么的？你好，请问你是哪位？你他妈管我是谁？我就问你，你是干啥？魔都瑞达服饰，我姓方，来拜访周师傅。滚！现在马上滚！你是开发区那个厂的，你听不明白话是吧？我让你滚！兄弟，你别急啊，我就是找周婶子聊聊，没别的意思。大家都是做生意的，价高者得嘛，公平竞争没什么不好说的吧？你他妈还真好意思说啊！来我们清泽县挖墙脚，还好意思跟我说公平竞争？你那脸让粑粑芥子舔了！小县城留不住人，这是大势所趋。周师傅这样的手艺放在你们这个地方本身就是浪费，你拦着他是为他好，还是为你们厂好？有些太自私了吧？好，好，好，那我今天就告诉你，为了谁好？为你妈了个逼的好！滚你妈的，都给我滚！来清泽县挖人，翻了天了你们！你他妈打我！我报警！干啥呢？干啥呢？什么动静这么大？你们一个两个的，都给我住手！你可算来了，你那个好兄弟跑到周桂兰家里，把一个外地来的浙江老板揍了，脸都打肿了，对方报了警。刘浩那个混球，一个打3个，李建军在旁边杵着，愣是没拦住。陈总，我老公他不是故意闹事。东街老巷周桂兰家，刘浩和3个外地人发生肢体冲突，对方是方瑞，浙江绍兴的，开条件是年薪30万，要挖周桂兰当场拒绝了。刘浩接到消息赶过去，两边话赶话，刘浩先动的手，打得不轻。方瑞已经提出来要验伤走程序了。范所，刘浩会是什么结果？治安拘留10日，罚款500。对方伤情报告还没出来，要是排除骨裂，那就不是治安案件了，你明白吧？范所，刘浩是不是也被打了？脸上有抓伤，后背有淤青，
那对方也动手了。您要是只定刘浩一个人的责，对方3人受的伤全算刘浩的，刘浩受的伤算谁的？再者说范所，这3个人从浙江跑过来挖的是咱们清泽县的人，今天挖周桂兰，明天后天呢？咱这清泽县才好了几天啊？小陈啊，小陈，你小子还真的很难不让人喜欢啊。范所，说笑了，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咱们清泽，而您做的一切也是为了清泽。只能说，只有价值观相同的人才能长久合作，共建家乡嘛。刘浩，拘留5日，罚款500，不能再轻了，毕竟是他先动的手。行，那方瑞3个人呢？正在进行询问笔录，如果调查出3个人都动了手，殴打他人情况属实，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。方总，我那眼镜，别提你那破眼镜了，我还花了2000块钱呢，那老头屁都没放，窝嘴还拉偏架。妈的，2000块钱买了个叛徒。我这辈子头一回进局子，我妈还让我考公呢。方总，我现在有案底了吧？你妈让你考公务员，你跑来给我当助理，有案底还能考公吗？我就想不明白，一个月薪顶多1万的老太太，凭什么不要年薪30万？还有那个老周，看着老实巴交的，2000块钱接得匪快，翻脸比翻书还快。最可气的是那老太太，一个搞缝纫的农村妇女，张口就是扯着虎皮做大旗，还给我分析什么卸磨杀驴，她是不是读过《资治通鉴》啊？建军，你说我今天猛不猛？猛！一个打3个，把那姓方的揍得鼻青脸肿。你回去跟我媳妇儿说的时候好好说，得说清楚，是一个打3个，不是打一个旁边有俩站着看的。我都看着呢，那你咋一直站在门口呢？你没喊帮忙，我就觉得一切尽在你掌握中。你觉得那个场面看起来像尽在掌握？你表情很凶，我表情凶是因为我疼。我以为你是故意挨打，引他们放松警惕，然后一招制敌，就跟电视上演的似的。什么电视？你看的什么电视？哪个电视剧里主角是先挨一顿揍再反杀的？挺多的啊，还有的挨了2顿。建军，以后我说的话，你自己过过脑子，别全信，尤其是关于打架这件事儿。3个打1个的时候，你看见了就上，别等眼色，别等信号，别他妈想着什么尽在掌握。你说，我媳妇儿在外面，是不是急坏了？她怀着孕的时候，我在外面跑出租，她自己去的医院。等我赶到的时候，孩子已经在保温箱里了。她那时候就跟我说了一句话：你什么时候能让我不担心？今天这事儿，她肯定又得说我，但你没做错。对，我也觉得没错。婶子，今天您家有什么损失，我赔给您。说什么外道话呢？打翻了几个水果，又不值几个钱。但今天确实给您添麻烦了。没什么麻不麻烦的，往后这种事儿没准还会有的。小陈，清泽我不会离开，你的厂子只要在1天，我就在1天，跟钱没关系。清泽挺好的。你开厂子这1个来月，大家伙变化挺大的。以前清泽死气沉沉的，现在虽然还是有点儿，但庄稼发芽了，这天好不容易阴转晴了，都想着今年能有个好收成呢。咱们种地的，谁也不希望有人来偷庄。现在大家攒着劲儿呢，都盼着日子一天天变好。你只要真心实意为了大家伙，大家伙就会把你捧得高高的、稳稳的，就像刘浩今天做的那样。我明白了。早点回去，别熬夜。那个姓方的出来以后，你也别为难人家。做生意的嘛，各为其主。以后啊，你跟刘浩出去谈生意多学着点儿，但打架这种事儿可千万别学。我不会的，不过我今天倒是想明白了一件事儿。你之前说刘浩胆子大，嘴皮子利索，脑子不太灵光，但今天看了也不全是那么回事儿。明天多云转晴，气温
到26度。说吧，桂兰，我跟你解释。先把鞋换了。这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可能是之前掉沙发缝里的。2000块钱掉在沙发缝里，你不记得了？可能是过年的压岁钱。放屁！你都52了，谁能给你压岁钱？周德发，这钱是不是那个姓方的给你的？我每个月给你100块零花钱，你攒了2000块新钞，还是连号的。烟不抽了，花生米不买了。我生日那天你说请我吃面，最后还是我付的账。你上哪儿取的？咱县里的 ATM 机出过新钞吗？桂兰，你听我解释。不用解释，既然不是外人给的，那我就心安理得的收着了。哦，对了，那个姓方的拘留7天就出来了，到时候他要是找上门来问你要这2000块钱，你可别求我啊。好东西，这玩意儿没准能卖个几十块钱。陈总，您过来了，王主任在办公室呢，刚才还念叨您，快请进。陈峰来了。是啊，王主任，交作业来了。好小子，作坊名声这么快被你打出去了，努力，争取下月人数破1000。王主任，可能不止1000，您可以先看看这个。小陈，你才拿 C14多久？哪来的4000人？主任，真的有4000人，名单、身份证号、联系电话全在后面附着，您随便抽。你真是不知道让我说什么好了，这份成绩单简直超乎预期。订单在稳定上升，有一部分能稳定接单了，全员投产迟早的事。好样的，小陈，动静不小。周一开会，张局报上去了，你的厂挂牌县重点扶持项目，上面放话，审批手续绿灯放行，谁卡脖子直接处分。你回去让底下人准备材料，把 C14运转、乡镇妇女干活照片、片区经纪人模式整理好给我。要这些做什么？给你上报啊，这是政绩，是脱贫攻坚和返乡就业的标杆。县里要拿你的厂子做文章，去市里省里要资源。清泽县沉寂了这么多年，总算是在你手里硬生生趟出一条路来了。王主任，路是趟出来了，初步模型也跑通了，但我想开发一些新项目。今天来是想咨询一下您的意见。咱厂现在95%是女工，她们留住了，孩子老人也有人管，但县里青壮年男的多在外地工地电子厂。我想着是不是再搞个新项目，弄点男性重体力或技术活，把他们拉回来，这样经济模型才更全。小陈，你脑子快，胆子大，但毕竟年轻，只盯着自己那点活，我觉得你多虑了。产业做成完整链条，自然越做越大。服装生意做大，在外打工的男人都会回来，4000多家居家加工点，送货收货都缺人手。跑长途的司机很快就会回乡干活，还有人主动来送原料。女人只求安稳挣钱，男人更看重赚钱机会。大家建房、吃饭、消费都多起来，泥瓦工、做餐饮的也都会回来，不用再额外费心开辟新门路。那您的意思是，我就这么等着？现在4000多人的盘子还不够稳定？小陈啊，我说的稳定可不是你理解的那个稳定。你以为让这些人赚到了钱就叫稳定了？不是挣来的外国钱，出口货物换来的外币就是外汇，它用处有3样：一是手里有外汇，进口物资心里有底；二是能看出咱们产业够有实力；三是赚来的钱在国内流通，带动收入、消费和各项建设。你猜猜这3点里哪点最贴合你现在做的事儿？造血。你现在拼命往县里引钱，可钱留不住，进来大半都流走了。国家管外汇是堵漏洞，你得让钱在本地来回流转，钱多赚一圈就能多带动一份生计。咱们县城留不住钱，就是不少东西本地没有，得让大家赚了钱能在本地消费，把钱财都留在县里。所以你现在应该清楚该先做什么了吧？王主任，咱们县城现在总共有几家商超综合体？小陈啊，你太看好清泽了。县里也就老城区那家老牌超市像样，开了12年，装修陈设都没翻新，其余都是街边零散小店，家电家具各凑一条街，根本没像样商业综合体。就连隔壁市才刚开首家大型商场，咱们这种农业县城，大企业压根都不愿来考察来。王主任，清泽县有没有烂尾的商业项目？城东原来的清泽百货大楼，98年国企改制的时候拍卖了，说要改建成购物中心，地基打了，框架起了4层，然后那人资金链断了，跑了，到现在烂了多少年？王主任，这个项目如果我接，能贷多少？贷款这事儿得看你拿什么抵押。B12、B13厂房设备、C14回款，还有4兄承建大单合同，再加上我个人定期存款都能拿来担保。资金方面我来搞定。眼下就想把这个事儿已经不是开厂了。王主任，城可不是一个人建得起来的，这是您跟我说的。陈总去哪儿？清泽百货大楼，知道在哪儿吗？知道啊，那个烂尾楼嘛。以前的时候我们还进去捡过建设渣去。破没事儿，
框架在，骨头就在。26000平，1楼做超市，2楼做服装百货，3楼做餐饮娱乐，绰绰有余。乔姐，这是城东的烂尾楼，我想盘下做成商超综合体。我是学券建筑的，设计这块我自己能出方案，但施工改造、工程对接这些需要人盯。你以前搞建材公司，所以这方面得找你帮忙。陈总，说实话，这个项目我做不了。做不了？为什么？因为清泽县的建筑改造绕不开一个人叫徐国良的人，他明面上是清泽县最大的建材供应商，暗地里放高利贷搞民间借贷。县里60%的建材渠道在他手上，剩下40%也得看他脸色。他还有一个外号叫光头。所以，你的高利贷？没错，我现在背着的高利贷全是他的。当初他垄断了清泽县所有的砂石料生意之后，就想踏足建材和工程。那时候他来找我谈合作，我拒绝了。事后他明面上不出手，但我的工地会莫名其妙起火，工人会半夜被人套麻袋打断腿，去报案连人都找不到。后来我那个没用的男人被他设局欠了赌债，那个废物用我的名义贷款后跑路了，才半年就变成了500多万。光头从一开始的目标就是我，在后面的事儿您都知道了。你手头没有证据吗？你应该也有自己的人脉。陈总，您要知道，他做了这么多事儿都没有被抓，这说明什么？有人保着。乔姐，你做生意这么多年，应该明白一个道理：黑社会这3个字在县城里听着吓人，但扒了皮无非就是垄断资源、暴力追烧那一套。他们为什么能横行霸道？因为他们对付的都是没有话语权的。但我不一样，王主任刚跟我交了底，咱们现在是清泽县挂牌的重点扶持项目，厂子的一切审批配套全县绿灯放行，谁敢卡脖子，直接去他办公室领处分。这个商超综合体是我整个商业板部的枢纽，也是县里为了留住资金和人口的政绩工程。他一个搞建材放高利贷的，我不信敢跟县委县政府的政绩工程对着干。他只要敢伸爪子，县里那帮指望这事儿升官的领导就能活劈了他。你既然决定了，我不拦你，我会全力帮你，但事情绝不会是你想的那么简单。你顾虑太多了，乔姐。明天去见资产管理中心的郑主任，你跟我去一趟。郑主任好，快请坐。老郑，不用客气，快坐。坐。开发区这一季度的招商数据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，张局那边压力总算小了点。那可不，张局带出来的兵都是实干派。老郑，今天喊你来是陈总对城东百货那块不良资产感兴趣，具体情况让他自己说。郑主任，城东百货大楼挂牌价600万，挂了3年没人接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个价格还有没有谈的空间？陈总不绕弯子，那我也直说，那栋楼是98年改制一流资产，产权清晰，没有纠纷。但是里面的建筑垃圾清运、外墙脚手架拆除，这些前期投入不在挂牌价里。另外，因为烂尾超过10年，周边居民投诉过多次，市容市貌方面有一些历史遗留的市政罚单，加起来大约11万。这笔账按规定是挂在资产上的，我一并承接。那价格方面520。陈总，挂牌价是600万。挂了3年没人接的600万，实际价值您比我清楚。520万，一次性付清，不走分期。另外，我承诺18个月内完成改造并投入运营，届时每年给县资管中心缴纳的物业管理费和租赁税，您算算是多少？520万，一次性。合同签完，7个工作日内到账。行吧，反正你这项目也是板上钉钉的重点项目，我就算送个人情，其他的我来安排。流程不复杂，资产评质报告有现成的，挂网公示20天是硬性要求，其他的我来协调。那太感谢郑主任了，那就麻烦您走流程了。老郑办事爽快，我替陈总谢了。家中还有事，今天我先回去了。郑主任慢走。这位是我们公司的工程负责人王巧啊，幸会幸会。郑主任好。小陈，时间也不早了，我也回去了。陈总，这个郑志强有问题。陈总，他进门的时候看了我一眼，那一眼的时间很短，但眼神不对，不是陌生人之间的打量，是认出了我但假装不认识。光头的圈子里，我的事儿不是秘密，他应该知道我是谁，也可能知道我背了多少债，但他装作不知道。你们见过？没有，但还有一个细节，你报520的时候，他在搓杯子，搓杯子的时候，他的拇指按在杯壁上很用力，那是紧张。一个处置不良资产的主任，有人上门送钱，他紧张什么？我猜不准，但预感不大好。徐总，
城东百货那栋烂尾楼卖出去了，是开发区那个新搞服装厂的，叫陈峰，王建设签的线，520万，一次性付清，内部改造和外墙刷新，少说也得小3000万。哦，还有人接这个盘子，价格倒是不高，不过这可是块肥肉啊。郑主任，这个消息很值钱啊。徐总，还有个事儿，今天跟着陈峰一起来的有个女的，陈峰介绍说是他的工程负责人，叫王巧。王巧，这婆娘还能搭上这么条线啊，还真是能扑腾。郑主任有心了。小明最近怎么样？小明还在家关着呢。年轻人嘛，玩心重，可以理解。这个月的8万利息免了，手续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，别让人家陈总觉得咱们县里办事效率低。哥，谁的电话？老郑，城东那个烂摊子有人接了，开发区那个搞服装厂的陈峰。老郑说这小子准备搞个商超综合体，26000平，26000平的改建。哥，这少说也是几千万的工程，沙石水泥咱们全包了，能赚这个数。不过这活怕是有人下绊子。他把王巧收了，这娘们儿一直不是消停的主，有脑子有手腕。现在他傍上了金主，工程又是他强项，你觉得会放手？用不用我带几个兄弟去他厂里转转？别冲动行事，对方如今是县里扶持项目，还有人撑腰，贸然作对只会徒增麻烦。他动工改建少不了施工队和建材，县里同行大多都欠着咱们人情货源，咱沉住气，等他主动上门，你去传话，谁敢接陈峰的工程，就是跟我作对，看他这商场还怎么动工修。胡闹！是你带着陈峰去找郑志强接下城东那个烂尾楼的？是我牵的线。老王啊，你都在县里待这么久了，咋还看不透事呢？陈峰厂能做起来，反倒全靠政策，纯属赶上好时机，还有人帮衬，换旁人根本行不通。万一牵连到服装厂，惹出事端，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啊！这样吧，你下午约他过来，让他来我办公室见我。陈建国啊，陈建国，你们父子俩还真是像啊，就连选的这条悬崖路都一模一样啊。坐，这次找你是因为城东摆的盘子，你把它退掉，违约金我让老郑给你免了，这事到此为止。张局，合同签了，钱也打过去了，现在退不合适吧？小陈，你还年轻，这次的项目你的风险太大了，我不看好。张叔，多谢您劝我，但我还是想拿下这栋百货大楼。王主任说过，前路纵然迷茫，也要大胆往前走。这件事儿我也势在必行。行吧。C14那边的渠道现在什么情况？乔姐，稳得很，下属的16个乡镇网点全铺开了。孙桂香那帮大姐干活利索，每天收发货的时间卡得比打卡机还准。物流那边马东跟车跑了3趟，路线全摸熟了，车队也扩了。我把以前跑长途的几个兄弟喊回来了，现在8辆面包车连轴转，货压不住，做出来多少拉多少。你那边呢？咱们打进合肥、南京市场抢订单，大厂业务员根本招架不住，低价接单，送货上门，现款结清，谁敢为难咱们就上门周旋。如今当地商户都格外愿意跟咱们合作。服装厂的盘子现在算是稳住了，每个月的分红，顾小芬会按时打到你们卡上，这笔钱够你们在县城安安稳稳过日子。乔姐，还有新活？有，你们把以前跟着咱们干工程兄弟私底下攒一攒，能叫回来的全叫回来。干工程，老本行。对，陈总要盖厂房。陈总把城东的清泽百货大楼盘下来了，准备做商超综合体，26000平的改建工程。清泽百货那不是烂尾10多年的死盘吗？盘子死不死看谁接，陈总接了，钱已经到位，但现在有个问题，县里有资质的施工队全都不接这个活。为什么不接？是那个姓徐的。县城就这么大，陈总要铺开他的盘子，早晚会撞上这座山，绕不开的。乔姐，那帮人手可不软，咱们现在跟着陈总干服装，安安稳稳的去碰工程，万一再折进去，怕是正常的。陈总给了我们一条活路，端线他遇到坎了，缺人。我王巧的规矩你们懂，你们要是觉得风险大，继续管服装这条线，我不强。我去他的风险！上次栽了那是咱们没靠山，这次陈总在前面顶着，咱们怕什么？干！乔姐，算我一个，我明天就去联系挖机和土方车。干了！这口气我也憋了好几年了。这杯我敬你们，明天开始动起来。陈总久仰，这26000平烂尾楼闲置11年，历来都没人做得成。我佩服你胆识过人，可建房不比做服装，工程土量的很大，县里能承接这种大项目的施工队也就我手下2家。我做事爽快实在，这是工程报价，你瞧瞧。徐总报价太离谱了，河沙水泥脚手价全都远超市场价，26000方工程正常造价1800万，你却报到3100万，多出的1300万到底算在哪儿了？既然大家都是明白人，那哥哥就跟你几句掏心窝子的话。那一套啊，在咱们清泽可行不通了。你说的低价建材，别处确实能买到，但根本没法顺利运进工地。我多报的钱，就是保你运输通畅、施工顺利、工期不耽误的门路钱。徐总这安稳费未免有点太大了吧？我是个做生意的，做生意讲究成本控制，1300万买个安稳，这笔账我不划算。那咱换个合作方式，工程我来做，材料人工全按市场价算，总共1800万不赚差价，还能先垫资开工，就一个条件。这商场项目我要2成干股。徐总，
你知道2成干股在我的盘子里意味着什么吗？我以为徐总是做工程，没想到徐总是做风投的。我的盘子装得下清泽县30万老百姓的生计，装得下县委县政府的政绩，但唯独装不下你。陈峰，你好好想想，出了今天这扇门，可就没机会了。徐总，时代变了，你那套守保护怪的玩法太低级了。徐国良封了清泽县所有建材渠道，水泥、河沙、钢筋、脚手架，只要从本县走，他都能卡阻。所以我们不从本县走。隔壁临丰县有2个搅拌掺，老板姓葛，以前跟我做过一单防甩喘料的生意。再往北，桐城有个钢材市场，散户多，不受任何人控制。那施工队呢？咱们之前的人很多都出去了，拉不出来整批的。你现在带的那帮人，有几个干过工地的？4、5个吧，扎过钢筋，砌过墙，但都不是正经施工队，没资质。资质我来解决，但人你得配齐。从香菱县拉人，能拉多少拉多少。陈总下达的命令是，室内不动，先把外围搞起来。今天开始分头跑。马东，你带车去临川谈水泥和砂石，先签意向，定金我下午转。孙明，你走铜川钢材市场，钢筋和脚手架的报价拿回来，低于清泽市市价就行。何伟，你今天去临川建安把挂靠合同签了，记住，合同上施工方写景城的名字，建安只出资质章和安全员证件。行。建材走外线，施工队自己组，挂靠临川建安的资质，总成本比徐国良报价低4成，预计5天内第一车料进场。好，辛苦了。300吨水泥，800方河沙，你们这是盖楼还是修桥？商超改建，付款方式你说，定金我今天就打。清泽县的工程怎么跑我这儿来了？您管我从哪儿来的？您就说这单接不接？接？为什么不接？运输你们自己安排。自己安排。行，签合同吧。兄弟，8块钱的事你再考虑考虑。不是我考虑，是我老板不考虑。卸货。第一车到了。到了，明天还有2车，钢筋和脚手架，你安排人接。行。喏，去查查这批货从哪儿进的。已经在查了，车牌是临川的。王巧，还真是不长记性。姐夫，今年的新阳茂钢，朋友从河南带的。你约我出来就为了喝茶？那什么，姐夫，我听说咱们县里那个服装厂成了县里重点项目了。然后呢，我就是想问问这个，你想动他？你脑子是不是有病？李建国那亏你还没吃够。当初觉得人家厂子赚钱，偷偷摸摸搞了一堆招，先放赌，再劫料，最后逼着人家让你入股。结果呢，搞了个空场子，1毛都没给你留吧？你知不知道那件事给我捅了多大的窟窿？你以为那300人的横幅是老百姓能想出来的？你给我消停点，这2年赚的够你养老了。姐夫，那不是前几年吗？我不懂事儿。你今年47，还不懂事儿？姐夫，我给你交个底，这个服装厂的规模跟李建国那时候不一样，光在册的工人加上外发3万，4000多号人，卖砂石、包工地、收个地皮费，说出去不好听，我也想上上档次，整个企业家当当。这个姓陈的小子20来岁，搞得风生水起，我要是跟他搭上，你甭想了。那厂子现在还是亏损的，每个月光工人底薪就40多万，加上水电社保、设备折旧，月亏几10万。你进去能捞什么油水？亏的。我能批县重点项目，也想退休前搞点政绩。从那座砖窑厂开始，这清泽就没消停过，该收手了。你要是敢动那个厂子，就是拆我的台。行，那厂子我不碰。但姐夫，商超这个项目总没事吧？城东烂尾楼啊，就那个服装潮板盘下来的那栋，
说要搞商超综合体，那个工程我能干。最主要是我想参一股，而且姐夫你想啊，商超建起来那也是县里的政绩，营商环境有了，消费配套有了，面子里子全齐，也算是弟弟给县里做贡献了。弟弟这回正经干活，不捣乱，给你长脸。你之前不是已经找过他了吗？报价3100万，还要2成干股。你以为我不知道？那是黑皮办事不牢。行了，人家把你的报价单甩了，转头从临川进料，绕着你走，这脸丢的整条开发区都传遍了。商超的事儿我不拦你，但有3条：第一，牵扯不能过大，我不希望李建国的事儿再次发生。行。第二，副装厂的人不许碰，一个都不许。行。第三，最重要，不能出人命，只要出了，我立马把你送进去。明白。回了。对了，张德明那个老东西最近跟周正平走得挺近，你在外面嘴巴收着点，别什么话都往外冒。好的。黑子，临川那边给陈峰供水泥的搅拌站，姓葛的那个，对，去打个招呼，别抓着把柄。葛总，忙着呢。你们是清泽来的，姓黄，朋友都叫我黑皮。葛总做生意做这么大，消息灵通，清泽县的事儿应该多少听说过吧？给锦城副装厂供的那批水泥，后面还有没有？黄先生，我做的是正经买卖，谁付钱我给谁发货，跟你好像没什么关系。是，正经买卖。所以嘛，正经买卖就得讲究个长远。葛总在临川干了这么多年，搅拌站的牌照、环评、超载的事儿，应该都挺干净的吧？一点小意思，不值什么钱，葛总自己拿主意就行，咱们也不为难人。马总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后面那辆车我这边可能发不了了。葛老板怎么说的？原话说是设备检修，排不开产能。放屁！签合同的时候他笑得跟弥勒佛似的，一夜之间设备就坏了。徐国良的人来过了，肯定是他搞的鬼。同城那边呢？还没动静，但估计也快了。你现在哪儿？临尊。别走，在那儿盯着。如果孙明那边也变卦，你立刻打给陈总。陈总，临川的水泥断了。什么原因？徐国良。同城的钢筋呢？暂时没动静，但我判断撑不过今天。料厂还能撑几天？3天。你先稳住工地，不要停工，人照常干。料的事我来想办法。我现在就去。张叔，徐国良动手把建材商切断了。我知道了，老套路了。明天早上9点，你去市建材集团临江分公司。现在市建材集团的副总宋建华，找他。水泥、河沙、钢筋全走他们的渠道，含运价比你从3户手上拿的还低8个点。市建材集团，国企，省属国企在皖南的坟中之构。你这点工程量，人家富余产能拨一下就够了。那个宋建华，您认识？有人认识，别多问，你照做就行。我明白了。小峰，我不指望商超开得多快，我只希望你把声势打出去。领导，鱼有动作了。咬的哪只钩？临川，他没忍住，伸手了。跨县施压供应商，算经济干税吗？单独一条不够，加上93年的那份东西，差个契机。别急，我记得几年前光头搞拆迁的时候手脚不干净，吃了一个村子的拆迁款，好像还把人家腿打折了。领导的意思是，那个村子的人现在都在干什么？你们做。建材的事儿解决了？解决了。省属国企的渠道，量足价低，徐国良的手伸不进去。明天我会找时间去聊。
乔姐，耗子，我叫你们过来不是聊这件事儿，商超的事儿，咱们换个打法。换个打法。没错，徐国良卡建材，咱们虽然绕过去了，但他下一步一定还有动作。我如果继续闷头干，他暗处使绊子，我们明处接招，永远是被动的。你想主动出击？对，把商超这个项目做，从县里的事儿变成市里的事儿，甚至是省里的事儿。乔姐，你去找媒体，本地的、市里的、省城的，传统媒体也好，新媒体也好，短视频平台也好，全覆盖。核心只讲一件事儿：清泽县要建第一座商超综合体，配套服装产业集群，带动全县4000多人就业。注意措辞，不是我陈峰要建商超，是清泽县在建商超。把县里的政绩绑上去，把产业升级的概念打出去。排放不要只局限在清泽，市里的晚报、电视台、民生栏目，省城的财经自媒体全部铺开。预算你报给顾小芬，50万以内我不过问。无论任何方法，编故事也好，标题党也行，重要的是把热度散出去。疯子，你这不还是打广告路子？不是广告，是造势。媒体的路子我有，市里有个做本地号的，粉丝30多万，给钱就发。省城那边财经类的自媒体我认识2个，但传统媒体、报纸和电视台得有官方口子配合，你这边能搞定吗？官方那边我去谈，你先把新媒体的方案做出来，明天把这事儿敲定下来。行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儿，广告投出去之后，会有人来实地看，